他激动地抱着保险柜来到商场，准备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买下那台连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售货员，我买个电视机，哪个？就买这个最大的。然而可笑的是，当他把电视机抬到家门口时，却因家里的门框太窄，怎么也搬不进去。最后他只能把窗户卸了，这才成功把电视机抬了进去。可把它放在哪里又成了问题，放在水缸上吧，缸就舀不出水；放在衣柜上吧，柜门便无法打开。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把大彩电放在一家人睡觉的炕上，从此每晚枕着电视机入睡。电视屏幕里播放着不属于他的繁华世界，而他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只能与这台冰冷的机器一起躺在炕上，成为全村人参观的现代文明展品。1994年，导演周晓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一个普通妇女的执拗与命运雕刻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形象。这部电影不仅在国际上斩获多项大奖，更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恶魔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活泼可爱，丈夫又是村长，当时他是村里所有妇女的羡慕对象。只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次事故中，丈夫的腰受了伤，再也干不了重活，从此家里的重任就全落到了恶魔的身上。可即便如此，靠着做麻花的手艺，恶魔的生活仍还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只是这种平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被彻底打破了。这天，恶魔的儿子虎子跑到邻居瞎子家看电视，却被瞎子的老婆胖婶毫不留情地轰了出来。瞎子家原本是村里的贫困户，这些年来靠着在城里投机倒把赚了一笔大钱，家里不仅有一辆皮卡车，还买上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黑白电视机。如今在村里可是响当当的富裕人家。恶魔站在自家门口，望着儿子委屈的背影，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翻腾。正是从这一刻起，一个执念在恶魔的心中生根发芽，他也要买一台电视，一台比瞎子家那台要大得多的电视。然而对于他的这个想法，丈夫却不支持。电视机是个手，是个蛋，房子才是鸡。深夜听着隔壁邻居夫妻传来的暧昧声，恶魔怎么也睡不着。丈夫的腰受伤后，便再也没履行过男性的义务，无处发泄的他只能来到厨房做麻花。恶魔将沾湿的双脚踩在面盆里，凭借30年的熟练脚法和成面团，脚尖一勾一牵，他扶着旁边的树梢，做着全村人都爱吃的麻花面。为了早日买上电视，恶魔开始了他的攒钱计划。每天天不亮就提着做好的麻花到集市叫卖，为1两毛钱与人扯皮。整个夏天，他忙里偷闲编了上百个竹筐，堆满了整个院子。邻居瞎子早就看上了恶魔的美貌，于是这天早上，他主动提出顺带帮恶魔把箩筐拉到县城里去卖。村长显然已经看出了瞎子的企图，可为了挽回曾经那可怜的自尊，他还是满脸陪笑地感谢了瞎子，甚至还主动提出让恶魔坐到瞎子的驾驶室里去。到了县城后，瞎子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便将恶魔织的箩筐全都卖了，并且价格还比之前卖的多了不少。109个筐，3块2一个。购物盘是2块5，多了不少。我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嘛。是348块8，你数。把卖箩筐的钱给了恶魔后，瞎子便去拉货去了。他让恶魔卖完麻花后就到百货公司门口等他。由于恶魔做的麻花手艺比较特殊，很快他的麻花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在百货公司门口等待瞎子期间，恶魔闲来无事走进商场，他挤在人群中，一眼就被货架上那台最大的电视机所吸引。从此要买这台电视机的愿望就像魔咒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了恶魔的心里。然而当得知买这台电视机得花费7000元时，村长坚决反对。要知道他们辛辛苦苦编一个箩筐才卖得3块2毛钱，这得编多少的箩筐？可恶魔却态度坚决，我不管，筐卖了就是钱。就在这时，屋外又传来了瞎子女儿呼喊虎子过去看动画片的声音。虎子刚想起身，却被恶魔一把拦住。你是耍记性，说不去就不去了。我挣钱多，给你买个电视机比他家的大。当
当这句话第一次从恶魔口中说出时，声音不大，态度却异常坚定。这个决定不仅是为了对抗邻居的傲慢，更是他试图重新掌握生活的宣言。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面子不仅是个人尊严，更是家庭地位的体现。恶魔要买电视机的执念，其实源于多重心理动因。首先是对儿子受辱的补偿心理，他想通过物质手段来弥补孩子的心理创伤；其次是对自身地位焦虑的转移，自从丈夫腰受伤后便失去了实际权利，他需要用新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的声望。而更深层的是他对改变现状的渴望。电视机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他无法言说的阶级上升幻想。只可惜恶魔不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将会如漩涡般将他卷入更深的深层困境。恶魔的奋斗开始从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展开。每天夜深人静时，他便开始用手磨脚踩制作麻花面。整个夏天，他不眠不休编织竹筐。当他终于坐着瞎子的破卡车前往县城卖货时，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他的心中悄然萌芽。瞎子对恶魔的好感成为他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却也成为他道德困境的开始。这天卖完货后，瞎子生拉硬拽把恶魔拖进了一个豪华饭店，还给他点了一桌子从没见过的美食。恶魔本不想吃，可耐不住瞎子的一再劝说，最后满满的2大碗米饭下肚后，两人这才坐着车回家。在路上，瞎子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恶魔的喜欢，还说自己的媳妇皮松肉烂，早晚一天得休了她。回到家后，不知情的村长又给两人端来了2大碗尖尖的米饭，害怕村长起疑，两人只得含泪将饭吃了下去。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种难以言表的关系开始在恶魔和瞎子的心中生根发芽。之后为了有更多时间接近恶魔，瞎子又以饭店要招聘做麻花的厨师为由，将恶魔安排到了一家大饭店去工作。而实际上饭店的老板其实就是瞎子的朋友。这天瞎子又到饭店去找恶魔，结果刚到门口，却听说厨房有人被压面机压断了手。瞎子以为是恶魔受了伤，于是惊恐地冲进厨房。好在受伤的人并不是恶魔，而是他的同事。由于男人失血过多需要献血，瞎子急忙用自己的卡车将所有人都拉到了医院。看着粗粗的针管插进自己的手臂，恶魔吓得一个劲向医生哀求，不敢抽。然而等抽完血后，当得知献血竟还有补偿款可以领时，那种对钱的渴望瞬间战胜了恐惧。恶魔转头再次找到医生，啥事？再抽一瓶。胡闹，人血又不是水。再抽一瓶吧。女人嘛，把抽也白流了。那也不能连着抽。你不懂，那就抽这只手。这天瞎子拉着恶魔回家，半路上不小心撞到了旁边正在拉车的驴，两人急忙下车查看，只见驴身上满是鲜血，老汉的手臂上也在不停地渗着血。瞎子提出赔钱，可直到他从200元加到500，老汉这才勉强答应。见赔偿驴的钱已经到手，临走前老汉又叫住瞎子，我的手你不能不管吧？那你说咋办？咋就给上5块钱吧？被撞得鲜血直流，最终却只敢要5元钱。通过瞎子赔钱这一情节，导演不仅展现出了赚钱的艰辛，更展现出了钱对于一个普通人的重要意义。此时天色已晚，回去的路上，两颗原本就不安定的心更加燥热难安。瞎子一脚刹车把卡车停在了路边，随后一把向恶魔扑了过去。恶魔开始还极力反抗，可片刻后便主动褪去了衣服。瞎子与恶魔的这场情欲戏导演处理得十分克制，没有裸露镜头，只有卡车内狭小空间里压抑的呼吸声和窗外晃动的树影。这场戏的关键在于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瞎子以为自己在帮助和占有恶魔，然而实际上恶魔也在利用这种关系加速实现自己买彩电的目标。自从这天晚上过后，瞎子和恶魔的关系便开始变得明目张胆，两人时常在回家的路上打情骂俏。为了帮助恶魔，瞎子借饭店老板之手，悄悄地给恶魔加了工资。恶魔虽然察觉到了异样，可本着钱多了不会摇手的理念，他并没有对此事深究太多。自从在城里工作后，恶魔一有空就会去商场看那台电视机，生怕别人先一步把它买走了。当看到电视机一直处于开机的状态时，他甚至生出了这样的担心：晚上那个大电视机啊，我
我让你挂上那个大电视机，看多了就看坏了。此时恶魔对那台电视机的占有欲已经达到了病态和癫狂地步。为了早日买上这台电视机，恶魔想到了一个来快钱的好主意：卖血。他开始频繁地前往医院，甚至为了让自己的血更有价值，他每次在去医院前总会喝上5大碗盐水，仿佛这样就能让血液变得更多。喝盐水能增加血量的民间偏方，展现了农村女性在有限认知下对身体的最大化利用。只可惜这样的悲剧在于，恶魔并不理解这种交换的代价，他只看到眼前的几十块钱，却看不见自己逐渐被掏空的生命力。这天，瞎子和恶魔又在酒店约会，恶魔为此还穿上了城里人时髦的内衣。瞎子顿时心血澎湃，他抠了一大坨雪花膏灌在恶魔的背上，想要给恶魔的皮肤好好保养一下。可就在他帮忙涂抹均匀时，却发现恶魔的手臂上满是针孔。瞎子心疼恶魔，责备他为了买电视机连命都不要了。如果恶魔需要钱，他可以一句话就让老板给他涨工资。结果这话却让恶魔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这段时间每次发工资时，自己的钱都比同事多。原来这钱竟是瞎子偷偷给老板的。恶魔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隔天，他把瞎子约到当初的饭店，点了一桌子相同的饭菜。他和瞎子的关系是从那顿饭开始的，如今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欠的人情还给他。你每天让老板多给我10块钱，一共是50天，500块钱。你数数，我把人情还了。二毛，你是算一算。我告诉你，我不是卖糠的。你说的人算话。我要钱我自己挣，不用你偷着给。之后，恶魔辞了饭店的工作，他回到村里，打算做更多的麻花面，用更严实的方式攒钱。只可惜世事却总不如人意。不久后，他和瞎子的关系在村里传开了，村里人说恶魔是瞎子养的婊子，流言蜚语如潮水般涌来。瞎子的老婆胖婶更是直接冲到恶魔家门口，两人打得不可开交。为了维护恶魔的名声，瞎子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他找人打了自己一顿，然后又在村里散布谣言，说自己在县城搞破鞋，搞上了地痞的情人，这才被人给打了。作为新时代的成功者，瞎子的内心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他对恶魔的感情混合着欲望、同情和一种奇特的尊重。他想占有恶魔，却又被他的尊严所震慑。他想用钱表达感情，却侮辱了这份感情的本质。最终，他只能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段感情。这一招果然奏效，村里人的注意力顿时被转移了。胖婶也主动来和恶魔重修旧好，但经历了这一切的两人都知道，这份情谊不过是表面文章，他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春节即将来临，经过几年的辛苦积攒，再加上自己卖血得来的钱，恶魔终于凑够了7000元钱。瞎子开着卡车载着他们一家来到县里，恶魔抱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来到商场，看着心心念念的电视机，他终于扬眉吐气地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那句话：我买个电视机，买哪个？有钱就买这个最大的。然而可笑的是，当恶魔把电视机抬回家时，却因家里的门框太窄，怎么也搬不进去。最后他只能把窗户卸了，这才将电视机抬了进去。可放哪里又成了问题，放在缸上吧，缸就舀不出水；放在柜上吧，柜又开不了门。最后这台大彩电只能放在一家人睡觉的炕上，因为没钱买天线，恶魔还贡献出了自己捞面用的大罩里。当全村人蜂拥而至，挤在恶魔家观看电视节目时，村长似乎重拾了昔日的地位。只是可悲的是，电视机的主人却因长期劳累和频繁卖血，虚弱的无法下炕，只能躺在床上，以那台巨大的电视机相依为命，成了全村人参观的展览品。电视机里发出的蓝光映在恶魔苍白的脸上，像是在嘲笑着这个被物质欲望掏空的女人。而窗外是新年的夜空，繁星点点，却没有一颗星星能照亮他内心的空洞。眼见其他村民都跑到了恶魔的家里，胖婶心里又不平衡了。瞎子，你说有没有比他家还大的电视机？有怕是有，县城是没见过，咋了？你还想要算？闭嘴！
这似乎又进入了下一个循环。恶魔这部电影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为买电视机而奋斗的故事，实则是一部当代社会的深刻预言。电影中，电视机不仅仅是物质商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对于恶魔来说，电视机代表着他在村里失去的面子，是他向邻居和全村证明自己的方式。导演周晓文通过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物质日益丰富的当代，满足的真正本质究竟是什么？电影最后，当全村人围在电视机前为屏幕上的节目喝彩时，恶魔静静地躺在床上，与那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并肩而卧，他的眼神空洞而疲惫，仿佛在问：这一切的代价就真的值得吗？